边请。就这么点路，你一直上厕所，就不能到了再上吗？我也是突然肚子不舒服，实在不好意思。这边请。啊，这边请。副总，你回来了。老板呢？总经理办公室呢。这边请。副总。 老板，胡老师来了。哎呦，你还真把胡老师给请到公司来了，小顾啊，我给你立一功啊！哎呦，胡老师，欢迎！快，来，里边坐，里边坐。哎，我这是个新公司，很多东西啊都没拆呢，你也看了，快坐。哎，还弄着干什么？赶紧给胡老师倒茶去，最好的茶，快去！胡老师，您稍等一下。胡老师，艺术气息太浓了。有时候遇神之心态，我真是佩服。头让你装堕堂拖延时间这招还行吧？你别废话了，里面要喝茶。去哪儿找啊？想办法。赶紧找。头让你装堕堂拖延时间这招还行吧？你别废话了，里面要喝茶。去哪儿找啊？想办法。赶紧找。吴峰这边要喝茶，赶快去买点茶叶。好，知道了。去。事儿还挺多。终于见到您本人了，久仰大名啊！您这一来，我这公司都蓬荜生辉。哦，我姓宋。啊，对，我秘书跟你说了我们公司的需求了吧？宋老板，你的手很粗糙，还有刚才你那握力，不像是坐办公室的人呀。嗨，这最近啊是比较流行在什么高尔夫球场谈生意，我这也不会呀，所以就找了一个教练，天天在这练习场这挥来挥去，握来握去，这手就练成这样了。你是从哪儿听说我的？哎呦，这话说的，整个宁江谁不知道您胡一刀啊？不但技术一流，而且所有的货都是现货现做，不像那些人囤了一堆垃圾，不成倒卖了吗？别人把这当生意，我这儿是艺术。艺术啊，就我不太懂，我问一下，我理解的这个艺术是不是什么音乐方面的，美术方面的？你说的那是下品，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哎呦，你那吓着我了，这太深奥了吧？这个人从一出生其实就走向死亡，你恐惧它，但它又是你必然的归宿。这种冲突是最高级的戏剧，所以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都有对死亡的崇拜。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里也都包含这种态度。文森特·梵高为什么流芳百世？是因为他的画里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息。贝多芬的 C 小调，噔噔噔噔；第五交响曲的开篇，很多人说是命运在敲门，错，那是死亡在敲门。因为人类唯一的命运就是死亡。而我呢，放弃了那些间接的形式，直奔主题。当一个生命在你的手里，
的形式，别听歌。那就是爱。胡老师，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啊，您说完了吗？太棒了！就虽然我不太懂您说这个什么艺术那个境界啊，我就现在对你的这个艺术这个现场，我就特别感兴趣。你什么意思？就刚才您说这个，哎呀，就是真正的艺术感觉呀，我特别想去你的那个艺术现场看看您是怎么把我们就是鹏程万里给做出来的。你公司叫什么？国平，寓意呢是国泰民安，太太平平。外面那牌子明明写的是海丰公司，这公司不是你的。哎，胡儿，您那肯定是误会了。您稍等，小顾，胡老师让您久等了。久等什么？把你们几个给我叫来。稍等啊，稍等，我问一下，您提示的特别好。过来，站好。宋总，还知道我是宋总啊？是不是拿我的话当放屁呀？我跟你们几个说了多少遍，上一个公司的牌匾赶紧给我摘了，扔了远远的，怎么就不做呢？熬什么熬？我干什么吃的？没忙过来。什么？还有你作为我的私人的这个秘书和助理，这事儿还用我再提醒你吗？我昨天给他们打电话了，他们说最近订单特别多。我不想听这个，我只要结果。最晚明天早晨，我希望我的牌匾出现在我的公司门口。如果拿不来，我1分钱不会给他们。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还愣着干什么？滚出去！哎呀，胡老师，误会吧？你看，我就说你2句嘛，怎么还闹情绪啊？没有。什么没有？就全在脸上了吗？啊！你作为我的私人秘书和助理，你得什么事都想在我前头，对不对？要不然你让人胡老师觉得咱们这公司是假的呢，明白了吧？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你的错误了，那个就忙去吧。误会吧？我说是误会吧？走。小姑娘，没干过助理，没干过秘书，得慢慢培养。你看这还得哄着。什么女助理、女秘书的，不就是高级妓女吗？办不成什么正事。胡老师，有些话呀，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我就是一个糙人，我不懂你说什么艺术啊、境界啊，我只懂做买卖。那今天咱就谈做买卖，咱们俩之间那买卖价钱，我再给你翻1倍，怎么样？商人就是商人，你不配看我的现场。先交定金，然后等我消息。没问题。好，你要走，我送你。小顾，来了。那个胡老师要走啊，送一送。哎呀，今天您能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也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成功啊，也希望看到您那个真正艺术。那行，我就送你到这儿。出来吧。拜拜。慢走啊。有病啊！看出来了，就你闲。你们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的？想知道啊？啊，保密。肯定是老魏。明白了，那小雨呗。上钩了没有？魏队
运筹帷幄，宋处随机应变，他想不上狗都难。本来这活是我的，看不上，他非说我这气势不符合老百姓形象。哎，我倒是觉得宋处这话说的对。不是，人家主要是为了跟开颜搭档，你还没听明白这话？你闭嘴吧你！哎，去，你幸亏没去。我跟你说，就这货他就是一变态，他完全瞧不起女人。他说什么死亡是什么那个什么最高的艺术。我跟你说，你要去了，早给他扣了。你去？他说这话了？对啊，我在那都瘆得慌，你知道吗？怎么了？聂小雨看的书里边也有这句话。啊？谁？不，于爱卿。哦。
那只鹰已经交给森林动物园了。要是于爱卿受害的时候，咱们在就好了。哎，你看，凶手分完尸，直接拿水一冲，血直接就流到地下去了。但是缺了个东西，邪纹宗教。它用完之后可以烧毁啊。吴峰，你涉嫌非法贩卖野生动物，同时我们还怀疑你有其他违法行为，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问，你要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这个人认识吗？人？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呀？我认识你们俩，还谁呀？那陈海平呢？你总认识吧？认识，我妈同事。你是不是追求过他？自作多情。正面回答我问题。是，我承认我曾经一度对他产生过兴趣。是因为他颈部的曲线几乎完美，仅此而已。那你承认你追求过他？那后来为什么不追了？这是我的自由吧？那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老板了？在那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吴峰，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知道吗？问你是给你机会，要觉得你不回答，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好好的看看这个人认识吗？认识，医学院的。你知道他对陈海平做了什么吗？你知道吗？陈海平告诉我们，他被这个人侮辱了。你知道之后就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是这样吗？那个女人她自己不检点，让别的男人有可乘之机，难道这后果应该我承担吗？你喜欢的女人被人侮辱了，你不但没有保护她、安慰她，你反而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起来，你就是个懦夫。你只配在废墟里摆弄你那些让人恶心的艺术。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知道吗？啊！不可以侮辱我的艺术。还有你们说那个鹏程万里，你们知道吗？那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们用生命、用死亡来创造的，死亡才是最高的艺术。闭嘴！老郭，我带着去。走。佩妍，哎，喝水。不渴，一会儿咱俩去吃宵夜吧。不饿。哟，这么晚了，一会儿我送你，你别骑自行车了。不用，我骑习惯了。哎，你怎么看胡峰这人啊？我希望他是演的。我觉得不像。来，怎么样？完事了。哎呀，这胡峰啊，他就觉得自己特了不起，那我觉得啥也不是。你咋这么情绪化呢？这应该不是一个审讯结果呀。他的意思是，这个人外强中干，反而不像薛家健那么难对付。
他承认自己知道陈海平被强奸的事情，但是从他的反应来看，他把更多的不满是放在了陈海平的身上，对薛家健没有太大的仇恨。就这么说吧，就是一怂货啊！不管是杀人碎尸还是抛尸，哪一项放他身上都能吓尿了。哎，干嘛呢？这么平静，不太像你风格呀。这不吸取教训了吗？确凿证据到之前都得，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反正现在那个技术已经把这个血液和土壤样本都拿走了，去检测了。哎呦，我真是希望他是演技高超啊！哎，可不能这么希望啊！你这就属于恶意，当心他老师带你上课去。哎，说什么呢？说什么呢？怎么就不能这么希望？你就上什么课呀？不，我觉得人开书的没准就是演的。不，我这么说确实不够严谨。卫队说的对。不是，看来你听不出来我是。哎，大哥，大哥，哎，你没事你走吧，行不行？啊，你这身上都有味儿了，你回去洗个澡。我作为处长，我给你放假，你明天中午来上班，行吗？你心有这么好？我关心同志不行是吗？感谢你的关心。那这样，宵夜谁去？我不去。有两个。你等会儿，我那个就是肚子，我就是刚才咕噜咕噜叫了。不行，你等会儿。我明天能请1整天的假吗？有点事儿，宵夜去不了啊，抱歉。那个，他这不去了，你是不是也不去了？确实有点晚。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我就要等魏国平来，你找他干什么？我要跟他把话说清楚。跟他说什么呢？说到找人打我这事儿，你刚才自己也说了，打你是谁都不认识，你怎么知道是他找人打的你呢？打我的人让我搬家，除了他还有谁能干这事儿？让你搬家，什么理由呢？他肯定觉得我骚扰他妹妹了。那你有没有骚扰他妹妹啊？我没有，请你不要冤枉我。我没说你有，我不是得调查清楚吗？他没有骚扰我，我可以保证，我哥不会对你做这种事儿。你要觉得我住这儿对你有影响，我可以搬走。下次再来啊！我们上次说的你们的蛋糕，谢谢老板。哎，咖啡怎么样？挺好的。那就行。你怎么来了？我觉得挺好喝的。哎，小郭，弄杯咖啡。坐。你怎么来了？王德发怎么回事呢？啊，我找人收拾他了，那么不老实。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谁让你去找他的？还动手了？那肯定是他们几个呛起来了，打两下没事。呛起来也不能动手啊！什么叫打两下没事儿？我妹妹的事儿，你别掺和，我自己能解决。你怎么解决啊？你能打他还是能骂他呀？我至少能把我妹妹搬我那儿住去。搬你那儿住，你那么点儿的地儿，你们俩怎么住？我可以上别的宿舍去啊！那谁照顾他呀？行，你别管，别管。哎，这样搬我那儿去啊？我再给他找个保姆。我说真的。别折腾了。不折腾，都一家人。臭老头。坐吧。谢谢。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有人投诉。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啊，不用解释了。你这个人呢，做事不太守规矩，但太出格的事还不至于。你那个朋友聂小雨来过了，主动为你澄清。他说是完全出于跟你妹妹的关系，他去找了王德发的麻烦。这事你完全不知情。对，是个不错的姑娘，可惜。您放心，我会协调好这个家里和单位的事。我不影响工作。王德发那儿，我会让人再去做工作。就算他实在不愿意搬走，起码做到井水不犯河水。谢谢。那我先走。好。王老头。愁眉苦脸的，一看又挨批了。还真不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行，有甜枣就不错了。你们在肠子里发现的血迹检验报告出来了，没有发现人类的血液。还有，胡峰的指纹检验报告也出来了，和发现的完全不符，白忙活了。说到指纹啊，之前漏采的那些人员都已经采集完了，经过比对之后，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蒋什么善，采了吗？采完了，抓紧时间比对。好。头儿，我们去邮局也查过了，每天从医学院，发出的信件实在太多了。哪些是于爱琴寄出的就很难查，更何况他很有可能从别的邮筒寄出。收信情况怎么样？学校也核实过了，除了家信，于爱琴没有收到过其他来信。不过我也会继续调查他有没有别的收信渠道。哦，对了，那个罗斯提供的生日聚会名单也已经核实过了，没有发现疑点。还有那些冷门书的借阅人，初步筛查也都不符合作案条件。那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谈什么气？山东水晶一屋，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命不可能这么差。好的时候没准该来了。都给我振作起来啊！咱们这一路走来，虽然没钓到什么大鱼，虾兵蟹将可钓了不少，对不对？啊，开心点啊！还有咱们破不了的案子吗？啊，好。山清水净哪有路？柳暗花明村在哪？市刑警队。啊！电机厂着火！小聂总好，小聂总来了。小聂总，哎，张经理，小聂总你怎么来了？美高美都重新开业了，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今天丽丽没来。没来？是不是生病了？你让人家养好了再来，别跟周扒皮似的。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怎么了？又跟那小白脸扯上了？哎呀，怎么跟你说呢？丽丽，小雨，哎呀，怎么弄成这样啊？自己不小心摔的。
这哪是摔的呀？好好休息吧啊！谢谢医生啊。哎，张经理都跟我说了，他就是个混蛋。小聂总，这个人是聂主任请来的贵客，咱们得罪不起。我管他谁啊，谁也不能这么祸害女孩。祖宗，我没法跟聂主任交代呀。那我找魏国平，我就不信警察还治不了他们。小聂总，啊，我跟消防支队这个领导都谈过了。国平啊，你对这儿我看比较熟悉，师傅们也都信任你，安排你带队还有分局，一起跟这个消防支队组成联合专案组。不管怎么说，就是要尽全力把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彻底查清楚。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不可能是意外。行了，国平啊，给大伙一个说法。你要什么说法？现在什么结果都不知道了。我们先第一步得是配合这个消防部门，先把这个事故原因查清楚。大家放心，好吧？爸，我妈呢？我不是你爸，也没你这样的儿子。你看看，干这好事儿，把人都害死了，天天跟他们混在一块儿，滚回家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我干的。你别说话了，来，赶紧离开这儿，快走，别在这儿待着。有你什么事儿啊？他是你哥。我哥，我只有一个哥，我哥现在躺在烈士陵园呢。你算个屁呀！肯定是聂宝华派人放的火。妹妹，不要纵火把我妹妹跑了！赶紧走！快！不能走！别起了，别起了！这里！把那门挡住！挡住！都挡住！这是谁干的？不是咱的兄弟，我都问过了。问有用吗？去，把人给我找出来。好。我来钱湖之前，就听说聂主任你胆大心细，手段也够硬。怎么，被烧死的那个女的跟你有一腿？这高秀莲之前被绑架，警察已经把这事安我头上了，现在又出了人命，我很可能会被彻底钉死。你害怕？不，你怕什么？他们有证据吗？最后这事儿不过也就找几个小喽啰把锅给顶了，伤不着你半根汗毛。你觉得这火是我放的？不是你放的吗？我犯得着跟你演吗？甭管这火是谁放的，但要我说，这把火放得好。要不是这把火，那些电机厂的工人，他会害怕吗？这改制合同他们能签吗？谁会为了那几个钱把命搭上去啊？跟你说啊，就宁江这些事儿，你可能还是不懂。聂主任，魏国平来了。
哎呦，好念！哎呦，稀客，哎呀，特意过来的？哎，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电机厂失火了，我正在琢磨着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哎，你这发小可以啊，没忘本。他是，都是一个院出来的，我这么想，也是应该的。哎，电机厂并购的事儿怎么样了？二哥，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个，什么意思啊？国平，咱们之间也别兜圈子了。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怀疑我，对吧？咱们电机厂出来的孩子，当年跟人打架，外边的人怎么说？说咱们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谁不知道电机厂出来的人，吃软不吃硬啊？我用这种方式收购他们，跟他们这叫硬碰硬。我有什么好处？我能办得到吗？好，即便我办到了，我身边突然出了那么一大帮恨我恨得要死的人，后边的事情怎么干得下去？你们能饶得了我吗？我这不是给我自己刨坑吗？你干刨坑的事儿还少啊？你谁啊？还一句话，兔子不吃窝边草。电机厂就是我的根，我的家。所以这件事你们不查，我也得查。所以说，二哥，你说你这时候跟我提这事儿，干嘛呢？哎，你激动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问你，光说一堆。这儿轮不着你说话。苍蝇啊，不叮无缝的蛋吗？是个人就怀疑你，你自己不想想自己身上有啥问题吗？心里没数吗？跟我们厉害什么劲啊？都说了我们是正常的走访，有错吗？我们走访需要你聂主任批准，你给我盖个章啊。走吧，二哥。查案子啊，也轮不着你。走。二哥慢走啊。然后那个你赶紧去到那个豆芽桥派出所，你妹妹在哪？他怎么了？我在现场被围攻了，国平把他救出来了。还有你这么一个哥呀？急了，咱说一句话，他10句话在这等了，不是他才怪。有可能啊，毕竟他想吞并电机厂。你看呀，要不要对他实行监控，查一查他近期和什么人有往来？不像他。没想到啊，聂主任，还有这么重感情的一面，铁汉柔情呗。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可以肯定的是，电机厂这次失火不是意外。而是有人故意纵火，造成了2人死亡，上百人遭受到了身体和财产的严重损失，有家不能归，性质十分恶劣。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临江市，尤其是前湖区一些地方，鱼龙混杂，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恶势力。他们有的欺行霸市，恃强凌弱。有的打着各种生意的幌子，干着不法勾当；还有的盘根错节，独霸一方，甚至让当地老百姓都不敢直呼其名，而称其为主任。这些人，他们的气焰实在是太嚣张。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查找到纵火案真凶，
和背后的主谋，还宁江一片太平。我们要让某些人知道，这里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宁江，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乐土，明白吗？明白。看来得把手头的案子放一放，这事儿影响太大了。我怎么有点担心呢？担心啥？没怎么着呢，这就已经把聂宝华给定性了，你没听见吗？不是你真觉得他没问题啊？会所那天聂宝华说什么，你不是没听见？我跟你说啊，你俩虽然是发小，虽然熟，但你能保证这人一辈子就不变了？你就敢100%的保证这事儿不是他干的？这事儿你一定要听二哥的，咱就从聂宝华身上查起，大方向、大原则上都没问题，尤其是你。来，我忙着了啊，贝贝，哎，好嘞。怎么了？尤其是你得谨慎。聂小雨，这还用说吗？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你。哎呀，哎，人家心里怎么想的，你能知道吗？是不是？就算你不在乎人家心里面怎么想的，总得想想耽不耽误咱们以后的办案进程吧？啊？听我的没错就可能。警察，和你身份证复制一样。身份证。警察，不要，别走！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你看，